你有沒有發現，有時候明明全球財富數字越來越大，可是你自己卻沒有真的感覺到變富？這不是錯覺，這是結構在變形。麥肯錫在最新這份研究裡講得非常直白，全球資產負債表已經脫軌，增長、財富、債務三條本來應該互相協調的線，正在往3個不同方向拉扯。所以你看到的財富不一定是真的富，可能只是價格變大，不是產出變大。過去20多年，全球淨財富衝到差不多6000萬億美元，這個數字聽起來超驚人，對不對？但麥肯錫直接講，一大塊不是靠生產力創造出來的，而是靠資產價格推上去的。這是本質上的差別，這是紙上的變富，不是現實的變富。你在現實世界裡就看到這種怪現象：房價漲，股票漲，資產漲，但工資的增長卻跟不上。不是你不努力，是結構在獎勵持有資產的人，而不是創造價值的人。麥肯錫直接把數字攤給你看，全球家庭財富增加當中，大約1/3以上是價格膨脹，不是企業能力更強，不是生產效率更高，不是新價值更大，是旧東西變貴。聽懂這句話以後，你會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最近會產生一種深層的不安，因為財富跟努力正在脫鈎。你今天在加班，你在提升技能，你在拼，你的成長速度根本追不上資產價格的漲幅。你追不上，是數學上的追不上，不是心理上的追不上。所以這個世界現在的問題根本不是話太多，是真正的產出太少。麥肯錫講得非常清楚，經濟體要變強，要靠生產力，不是靠把價格推得更高來裝強。你知道這句話最可怕的點在哪裡嗎？如果財富是靠價格堆出來的，那價格隨時可以掉，掉的時候是蒸發，不是減少。蒸發就是昨天還在，今天消失。那問題來了，現在這個世界接下來會往哪裡走？麥肯錫說，不是一條未來，是4條劇本，而且只有一條是真正往上。麥肯錫的4條未来劇本看起來像專家的模型，但其實你用生活經驗就能直接感到它的差別。第一條叫生產力加速，意思是未来的財富是靠做得更快、更好、更有效率来產生，不是靠把價格推貴，不是靠印錢，不是靠借更多，是靠真正的產出成長。在這條路上，薪資會跟得上價值。企業不是靠投廣告、炒題材，而是靠效率跟創新。這條路是最理想，也是最難，因為它需要經濟體改變賺錢邏輯，要把錢放進新的生產力，而不是去賭就資產繼續漲。第2條叫持續通膨，這條路最像我們過去這2-3年看到的世界。資產漲，價格漲，但生活沒有真的變好，因為錢變薄。不是你買不起東西，是你買一樣東西要付出更多錢。這條路很陰險，它不會瞬間讓你破產，它是慢慢吸走你的購買力，它會把中間階層往下磨，從心裡到錢包都會疲乏。第3條叫舊世界回潮，也有人說是停滯。這條路不是大爆炸，是慢性衰退，不是馬上崩盤，是創新速度慢下來，資本不敢投，企業只願意守舊，大家都想穩一點，但結果是越來越沒競爭力。它的破壞力不在短期，它是在10年以後讓一個地區發現世界跑遠了，而自己還站在原地。第4條最痛，麥肯錫叫它資產負債表重置，簡單講就是結算。
不是慢慢調，是直接砍。資產泡沫破，價格回歸現實，財富蒸發，不是虧一點，是人生財務規劃要全部重算。麥肯錫估計，在這種劇本下，人均財富可能掉95000美元以上，那是10年的努力直接歸零的那種級別。你看到問題了嗎？4條路裡有3條都是財富縮水，只有1條是真正的往上。所以現在不是慢慢等會變好，而是如果不轉向，就會默認走向縮水的劇本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是什麼在決定我們走向哪一個未來？是利率嗎？是通膨嗎？是政策嗎？還是 AI？ 麥肯錫的答案非常反直覺。麥肯錫說，真正決定未來走向的，不是發生什麼大事，而是錢最後流去哪裡。聽起來簡單，但這是把整份報告的刀子插在最關鍵的位置。錢流去投機，未來走泡沫；錢流去救資產，未來走停滯；錢流去生產力，未來才可能升級。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，是錢本身做什麼。這是這份報告最刺的句子。麥肯錫指出，下一個10年，3股力量會決定錢流向哪裡。第一，是儲蓄跟資本來源的轉變；第二，是投資到底有沒有真的投到生產力；第三，是家庭有沒有能力維持消費，而不是被價格嚇退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不是戰爭，不是天災，不是科技革命，是這3個超級日常的東西。儲蓄決定資金池，投資決定方向盤，消費決定引擎能不能繼續跑。這3個一協調，才能走第一條生產力加速。只要任何一條弱掉，就會直接滑向那3條縮水劇本。來，你先想一個現實畫面，如果未來10年，多數國家的人都不敢花錢，那企業就不敢投產能，企業不投產能，生產力就不上來，生產力不上来，財富就只能靠資產價格硬撐，靠價格硬撐就會進入虛負，虛負久了，未來必定走向清算。聽懂了嗎？這是一個必然的連鎖。再換個角度，如果未來10年，資金主要跑去買現成資產，跑去炒房，跑去賭股，跑去賭短線，那生產力的那條路會被自動餓死，因為錢本身沒有被允許流進創造未來的東西，它只在抬高現有的東西。這個結果叫價格好看，但未來很空，而空的未來就是劇本4。再換一個角度，如果政府、企業、家庭的邏輯都變成先撐，明年再說，那其實你已經選擇了停滯路線，不是因為你懶，是因為所有決策都在延後效率，延後效率就會延後增長，延後增長就會延後財富的真實來源。這個結果叫等死，不是慢慢變好。因此，麥肯錫的真正結論不是分析現在，而是在提醒未来。未来不是默認往上走，未来是分叉，而分叉是現在被決定。所以現在的真正問題不是景氣什麼時候變好，而是我們的錢現在到底在幹嘛？很多地方明明科技在进步，但人們的生活卻沒變輕鬆。為什麼？這不是社會變壞，這是生產力的收益到了錯誤的地方。麥肯錫在這份報告裡，把一個很多人心裡一直覺得不對勁的現象講得非常清楚。科技明明在爆炸式進步，可是生活沒有同步變輕鬆。為什麼？因為生產力的果實
沒有流向消費者，也沒有流向薪資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它流向了資產。簡單講，技術變強，成本應該下降，生活應該更爽。但現實卻變成，技術變強，企業省下來的效率變成資本回報，推高價格變成資產回報。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年輕人會覺得一種諷刺：科技越厲害，賺錢越難。不是科技錯，是科技的紅利沒有落在人身上，落在價格資產身上。麥肯錫的數據在說明一件很殘酷的邏輯：過去20年，全球財富膨脹，是因為資產價格漲得比真實產出快太多。資產價格跑在前，真實效率跟不上，表面負，底層虛。聽懂這個，你就會知道一件更深的現實：世界現在的財富不是做出來的，是估出來的。靠估值，靠價格，靠市场情緒。而這種結構只要一個地方翻車，就會連鎖反應。連鎖反應就是財富不是緩慢減少，而是瞬間蒸發。麥肯錫說，這種蒸發不是假設，過去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，只是這次的規模更大。所以回到核心，我們並不是處在逐漸變好的路上，我們是在十字路口，而且是必須選方向的十字路口。下一步問題是什麼？問題不是世界會走哪一條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把投資、資本、資源放進真正的生產力。未來10年最關鍵的問題不是 LP， 不是利率，不是央行政策，而是有沒有人有膽把錢放進真正的生產力，而不是繼續賭資產永遠會更貴。麥肯錫給的真正方向，不是空話，不是喊口號，是非常具體的要投哪些才能走上生產力加速這條唯一向上的劇本。麥肯錫講得非常明確，未來要走向那條真正往上的路線，不是靠運氣，是靠資源配置。而資源配置有3條主軸，這3條決定未來10年誰是真的變富，誰只是價格被抬大然後等被收割。第1條，資金必須更集中投入生產力技術，不是把錢放進已經長高的資產，而是放進能創造新產出的地方。自動化、機器人、產業升級、能源效率，這些不是口號，是未來單位產出會變大的地方。產出變大才叫真的富，價格變大那叫貼標籤，標籤不是財富，產出才是。第2條，企業必須把投資拉回擴產能，而不是繼續壓住成本節省。如果企業1年到頭只在想裁誰、削哪裡，那永遠無法走上生產力加速。因為企業不是因為省錢而變強，企業是因為產出更大、效率更高而变強。你把精力都拿去節流，你就只能維持舊狀態；你把資源投入擴產能，你才會走向新狀態。第3條，消費者必須繼續消費，而不是被物價嚇退。你可能會想，這好像是人民要撐住，不是，這是需求曲線要繼續存在。因為如果市場不敢花錢，企業就不會敢擴產能，企業不擴產能，生產力不會拉升，生產力不拉升，財富的來源就不會變真實，那世界就會繼續靠資產變貴來稱數字，那就是泡沫，而泡沫終究要破。這3條不是價值觀，這是經濟引擎的3角支點，只要缺一角，
未來就會偏，偏了之後就不是向上，是向下。所以未来不是被景气帶着走，未来是被結構帶着走，而結構是現在由投資行為一點一滴堆出來的。麥肯錫也提，這份報告不是在說世界要崩，而是在說一個更現實的訊號。現在是重新洗牌的時間，誰先把錢放進真實生產力，誰就贏。誰繼續賭價格，誰就是未來的燃料。麥肯錫的意思其實很清楚，這個10年不是延續過去10年的模式，這個10年是換劇本，換的不是技術，換的是財富怎麼被分配，換的是誰才是真正拿到生產力果實。過去20年誰贏？持有資產的人。未來10年誰贏？把資源投進生產力的人。這就是洗牌。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超關鍵的差別？過去的邏輯是買房、買股、躺着等漲，未來的邏輯是投在哪一種產出變大的方向。聽起來像只是一句話差一個字，差漲價跟產出，但這2個字決定的是2個完全不同世界，一個是價格遊戲，一個是真價值。而麥肯錫的那句原文意思，就是要把大家從價格拉回產出，回到真正能變強的地方。然後他再把刀捅更深一點，世界最大問題不是缺錢，世界最大問題是錢跑錯地方。這句話其實很猛，因為如果你把這個邏輯想通，你就懂為什麼通膨不是主因，利率不是主因，政治也不是主因，那都只是結果，不是原因。原因就是錢放錯地方。未来10年會不會繼續撐？不重要。撐多久？不重要。重點只有一件事：撐完之後是走向產出還是走向清算？這個世界已經同時在走2條線，你也看得到。一條線是大家在問哪一檔還會再漲，另一條線是誰在建新的效率、新的產能、新的組織能力。這2條最後不是平行線，這2條最後會分高低，因為一個是泡沫持續擴，一個是未來持續漲。而麥肯錫給的這個信號不是恐嚇，是一個很赤裸的提醒。這10年叫做價值遷移期，未來不再回到過去，未來不是靠資產膨脹就能撐的時代。一般人應該懂什麼？懂宏觀情緒籠罩之下到底要看哪一個指標，因為指標對了，方向就不會跑偏。你要先認清哪裡才叫生產力，你才能不被價格騙走。麥肯錫整份報告的終極重點，就是把判斷未來的指標從價格換成產出。不是問房子會不會繼續漲，不是問哪檔科技股還會上衝，而是問產出有沒有變大，有沒有更多價值被制造出來，有沒有新的效率在釋放。因為只要產出變大，財富才是真的。只要產出不變，只是價格變大，那叫虛。價格可以靠情緒撐，產出是靠邏輯堆；價格可以靠政策拉，產出是靠組織能力、技術效率、經營方法把世界重新排列。所以未来不是看資產，未來是看能力。這就是麥肯錫要我們換的坐標系。而真正有長期價值的人，接下來看的指標不是房價，也不是股價，而是全要素生產力 （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）。這聽起来像很學術，對不对？不用想太難，它其實就一句白話：同樣的人，同樣的資源，能不能做出更多東西？
如果能，那就是真成長；如果不能，那就是換個包裝，繼續賣舊東西。你有沒有發現這句話有點像，聽起來很反直覺？因為全球太多人被訓練成用價格判斷世界。股票漲，感覺世界變強；房價漲，感覺自己變富；資產膨脹，感覺未來會更有保障。但如果那不是產出帶來的，麥肯錫的意思就是，那不是真富，那是漲價假象。只是大家早就習慣這個假象，而不願意承認，因為承認以後，就代表要重新思考價值流向。而這一整份報告的核心是把一個危險揭出來：如果產出不變，價格漲得越高，未來修正就越狠。所以，麥肯錫真正要我們換的不是觀點，是判斷世界的方式。因為未來10年最危險的不是衰退，而是繼續用舊方法解讀新世界。你未來聽到別人講今年經濟不太好，你不要問股價會不會跌，你要問生產力有沒有被破壞。如果沒有，那只是價格波動。價格波動不等於世界壞掉。你未來聽到別人講資產最近又漲上來了，你不要問要不要追，你要問這邊有產出嗎？如果沒有，那就是泡沫。就算短期賺錢，那也是從別人的未來預支回來。你未來聽到別人說某國經濟在復甦，你不要問 GDP 有沒有回升，你要問單位產出有沒有變強，有沒有新的效率，有沒有新的價值鏈，有沒有新的生產方式。因為 GDP 可以靠價格膨脹撐出漂亮數字，但產出不會騙人。回到個人，要懂一件事，未來不是錢多的人贏，未來是把錢投對地方的人贏。你去想這句話，過去20年是資產玩家的時代，接下來10年是生產力玩家的時代。這不是口號，這是變量換了，這是遊戲規則換了。如果你還用舊時代那種買着等漲的邏輯，那你是在把自己綁在那3條縮水路線的其中一條。如果你願意重新把視角放在產出，那你才有可能跟上那條唯一的真正往上的生產力加速路線。世界不是變壞，世界只是在從價格時代切入產出時代，只是大多數人還沒意識到，分叉點已經到了。這就是麥肯錫真正想說的，不是恐嚇，是提醒。現在是換世界坐標系的時刻，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